一直以嚟，好多人都對靈異話題感興趣，因為人類都會對未知嘅事物抱有好奇心態。而近年興起嘅探靈直播，正正就滿足咗一眾又要驚又要睇嘅觀眾。探靈直播亦逐漸成為一種娛樂事業，直播網紅為咗提升人氣，不惜以身犯險，深入兇案現場或者私人地方，亦遇到唔少靈異事件，甚至觸犯法例。其中 Facebook 人氣直播頻道晚安小雞近年就經常出現喺新聞上。直播主小雞曾經因為擅闖台北鄭州路一間廢棄醫院探險，發現咗一具只有半身嘅風乾遺骸而聲名大噪。之前我亦有報道呢一宗事件，大家可以撳右上角收睇有關影片。而喺上月初，佢就因為擅闖私人住宅而被提告，喺拍攝過程中亦遇到怪異事件。2022年1月11日凌晨，小雞獨自闖入台中市北區一棟廢棄空屋。佢聲稱有網民提供資料，話呢一度曾經發生慘案，有一個女童焗死喺枕頭之下，所以就獨自前去探險。以下就係網絡上流傳嘅故事。呢一棟民宅曾經有一對夫妻，佢哋育有一個幾歲大嘅女，夫妻經常嗌交。有一次佢哋嗌交嘅時候，個女喺旁邊不停喊，勸佢哋唔好嗌交。呢個時候媽媽摑咗個女一巴，之後個女童失足跌倒，個頭撞向牆壁而暈倒。夫妻將佢送去醫院檢查，檢查嘅結果係輕微腦震盪。返到屋企之後，佢哋繼續嗌交，而女童就喺房裏面一直喊。原來佢嘅腦裏面有血塊，覺得個頭非常痛，但係因為小朋友唔識表達，就一直叫喊。呢個時候患有精神疾病嘅媽媽覺得十分煩躁，就衝入房裏面，用枕頭將女童焗死。小雞入到屋裏面之後，只見屋內凌亂不堪，雜物散落一地。之後佢揾到一間大門掛住一件紅色衫嘅房間，門外亦有紙錢同埋3炷香。入到去之後，佢發現神壇上有一幅女童嘅素描畫像，地上亦都放住幾幅一對夫妻嘅相，同網上嘅傳聞吻合。佢發現牆上嘅掛曆日期係民國89年，即係空屋已經空置超過20年。突然佢聽到其中一間房傳出一啲鈴聲。有人嗎？但係每次接近嗰間房，直播嘅信號就受到干擾，畫面變得模糊。入到房之後，房裏面有好多毛公仔，應該就係女童嘅房。小雞見到一個有啷啷嘅乳牛毛公仔，但係啷啷嘅聲同啱啱聽到嘅唔同。感覺不是這個鈴鐺聲呢，我那個鈴鐺聲鈴鈴。佢發現櫃上面有一封利是，就將利是打開。這誰？我看一下。誒，看裡面好像有一張呢。臭年代嚟，但係放喺裏面嘅竟然係紙錢。突然房外面傳嚟女童嘅喊聲。歹勢，有人嗎？
佢嚇到即刻閂埋道門。之後再發現一個綿羊毛公仔，啷啷嘅聲就係一開始聽到嘅鈴聲。我操！回答這個啦！拍死啦！過咗一段時間之後，佢走出間房，竟然發現原本喺神壇上嘅畫像掛咗喺神壇嘅櫃桶上面。佢立即走出屋外。你沒拍誰哦？你看誰鎖門？我鎖門。拍誰哦？我操你呆嘞！靠回操回他。有人嗎？靠腰，這太扯了。操你大啦！靠腰嘞，那個操回他。當佢再進入屋裏面查看畫像嘅時候，個櫃桶又喐咗一下。1984年7月份 October， 8月7號1984年。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哦，對不起，對不起，不好意思，哦，真的很不好意思，對不起，對不起，哦，我真的不應該打擾你們，哦，我真的不應該打擾你，真的對不起，對不起，哦。小雞去咗上層進行直播之後，再返到啱啱嗰間屋。呢個時候畫像竟然返到原來嘅位置，而且有流眼淚嘅痕跡。不好意思哦，妹妹，不好意思。哥姐会搭的话哦，你不能看表，先不敢看，先不要看。拍谁哦？我靠！这么大声一点！他好像流眼泪了呢。有泪痕呢。靠呀！你看有泪痕呢。妹妹拍谁哦？你看他。喺直播嘅後段，信號突然中斷，小雞覺得呢一度嘅靈體唔歡迎佢，所以就即刻攞出紙錢焚燒拜祭，之後就離開空屋。給他一些費用哦，你們這就是給你，身上有點錢啊。我們這些身上可以留點錢，讓你有地方。2個月之後，小雞話女童一直託夢俾佢，所以到咗3月10號，佢就帶同攝影師、助手同埋茅山大師郭定祿再次闖入呢一棟廢棄空屋，去到現場為女童超度同埋進行直播。大師話呢一度嘅靈體係地縛靈，唔可以離開呢一棟大樓。地縛靈係指因為生前有冤屈或者有心願未了，只能徘徊喺去世之地嘅靈體。佢哋到咗大樓嘅上層，用2個10蚊硬幣做咗一個擲杯嘅儀式，希望喺呢度嘅靈體可以放過女童嘅靈魂，等佢投胎轉世。如果答應嘅話，就俾佢3個聖杯。小雞第一次擲杯嘅時候，硬幣一正一反係聖杯。但係佢哋突然聽到樓下有人大力閂門嘅聲，第2次硬幣就擲唔出聖杯。對啊，我們剛剛在樓下就有聽到有走路的聲音啊！一看，有人在關門、摔門的聲音。
那我要繼續播咩？繼續播啊！大師話靈體發嬲啦，佢哋就燒咗一啲紙錢俾靈體。燒完紙錢之後，小雞就順利擲出3個聖杯。不行了。有燒紙錢還是有差啊？還是有差啊！之後佢哋返到有女童畫像嘅屋裏面，大師就為女童嘅亡靈作法超度，為佢念咗往生咒。儀式完成之後，小雞再次擲杯，問女童有冇收到大師嘅往生咒，而擲杯嘅結果係冇收到。小雞再問係咪樓上嘅亡靈唔俾佢收，而結果係聖杯。大師再次念咒，小雞問亡靈係咪放過女童，再次擲杯，但係仍然唔係聖杯。佢哋聞到一股腐爛嘅惡臭，大師就話樓上嘅亡靈已經嚟咗呢度，就開始撒鹽撒沙驅趕怨靈。喺大師撒鹽沙嘅時候，附近傳出一啲奇怪嘅嗚嗚聲，好似有人喺度悲鳴。可以聽到嗎？靠呀！撒咗鹽沙之後，腐爛嘅味道就消失咗。小雞再次擲杯，終於得出聖杯。而之後奇怪嘅事情又再次發生。但你要變成要把整個房子都掃一掃。現場傳出一把女童嘅聲音，話哥哥拜拜。你的手機還是怎麼？佢哋相信女童嘅靈魂已經得以超度。過咗一陣，樓下傳嚟腳步聲，原來係有人報咗警，投訴佢哋擅闖民居，同埋喺室內生火。小雞用鹽沙將火撲熄，佢送走工作人員同埋大師之後，就喺附近揾咗一個噴壺，裝咗啲水將火噴熄。但係小雞認為唔係鄰居或者屋主報警，懷疑係其他探靈頻道舉報佢。最後佢跟警察到派出所協助調查同埋進行筆錄。就係呢個動作令小雞被懷疑造假。把整個房子都掃一掃。喺女童嘅聲音出現之前，小雞啱啱攞起手機嚟睇，所以俾部分網民懷疑佢造假，用手機播出女童嘅聲音。但係佢喺當日嘅清晨立即開直播澄清，解釋當時睇手機只係查看觀看人數，仲對住4面佛牌發毒誓，肯定自己冇造假。因為呢兩次小雞擅闖民居同埋室內燒紙錢嘅行為，佢同工作人員以及郭大師被控公共危險、妨害名譽以及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等等嘅罪名。以下係蘋果新聞網嘅報導。今天這一期真的有點毛呢，對不對？寧可信其有啦，哥姐。對於屋內的詭異現象，晚安小雞沒把話說死，但真的有人曾經罹難在這邊嗎？附近僅有的住戶表示：亂傳，沒有這回事，不要亂傳，傳了以後人家不敢進。那個是不可能的事情，這裡因為根本沒有住人啊。好，這裡大概至少，像這有些地方至少都超過20-30人沒住過人了。原來晚安小雞闖入的是46年前新建的荔枝園公寓，由綽號竹革兵的經濟犯鄭文彬等人出資興建，當時還找當紅藝人崔台金剪彩，購買人多半是軍公教人員，但沒想到開工後就發生建商落跑，房子改停停，延伸出產權糾紛。而家新土地嘅土地同關係啊，起碼嗰啲小過嚟啊，嗰小過。
对啊，各10年啊。其实早期就是因为土地，还有就是这些买卖的纠纷嘛，那缠讼了大概40年了。听到有人在走动，但是我出来看的时候也没看到人。事后，该房子代理人报警，表示有人擅闯民宅，并澄清根本没有小女孩死在屋内，对晚安小鸡提出公共危险罪、妨害名誉、无故闯入他人住宅等告诉。事後也將大門上鎖。但係小雞喺直播中暗示有幕後金主希望隱瞞真相，所以屋主同埋警方都唔會承認呢一度曾經發生命案，因為兇宅嘅傳聞會嚴重影響樓價。而且佢話其他好多探靈頻道都有做過擅闖廢棄民宅以及喺室內燒紙錢嘅行為，點解只有佢被提告呢？背後一定有人想隱瞞事實真相。但係真相係點，而家仍然冇辦法證實。雖然探靈頻道為咗提升人氣、吸引眼球，都會用一啲似是而非嘅恐怖故事去包裝探靈地點，但係因為咁樣而擅闖私人地方觸犯法例，又喺室內燃點火種，有可能引起火警，甚至亂傳一啲未經證實嘅謠言，引致房價下跌，令到屋主蒙受損失。呢一種做法又係咪恰當呢？歡迎你喺下面留言發表意見。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請你訂閱我嘅頻道，又或者為我嘅影片 click 個 like。我係老 boss，下次再見。